这种杀人方式简直太残忍了。男人竟然给女人吃下了玻璃碎片，女人强颜欢笑说自己会好好享受，然后她低下了头，手颤抖着把玻璃片放进嘴里，她每嚼一下都痛彻心扉，嘴里全是血也不敢停止，毕竟她面前坐着一个变态杀手。女孩一边吃一边默默流泪。第二天保安巡逻时，闻到1506号房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，门开着，他喊了几声无人回应。他小心翼翼地进了房间查看，但看到的场景吓得他连滚带爬地跑出去报警。警察到场后立即封锁现场。作为经验丰富的队长，看到客厅的场景也不由自主捂住了嘴。身后的新人看后开始干呕，女人趴在桌子上已经没了气息。而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旁边有一幅用血涂抹的壁画，壁画内容与死者惊人的相似。队长让人调查监控录像，希望找到更多线索。另一边，阿哲仍未从案发现场恢复过来，他经常梦到那幅血迹壁画，墙上挂着他们一家3口的照片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最近一直在家休养，每天准时接女儿放学。直到今天，他们刚回到小区，却看到楼下聚集了许多警察和嫌疑人。阿哲回到楼里的时候，门前聚集了很多人，是多年前的变态杀手又开始作案了。这时警察推出了尸体，正好走过阿哲身边，然而那被白布遮住的手臂突然掉落了出来。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吓得尖叫起来，原来这被害者的手臂已经断了。就在这时，阿哲的病症又发作了，脑海里不停回放着2年前的情景，他曾亲眼看到过同样的凶案现场。就在阿哲快要晕倒的时候，有只手突然扶住了他，那是他隔壁的邻居阿宇。阿宇不仅是他的邻居，还是女儿秀雅的画画老师。两人又一起乘电梯回到21楼。阿宇说了一句真是吓人。警方调出了楼道的监控录像，录像中一个戴黑色头盔的男子从1506号房间走出，故意把房门留开，好像是故意让警察更快发现现场。临走前，他还对着监控摄像头做了一个手势，然后就消失在电梯里。从没见过这么诡异的画画老师。女孩正在给画中人物上色，老师突然问她，不知道用什么颜色的红最合适，然后笑着说果然没有任何颜色能比得上。女孩被老师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，只好勉强笑了笑。由于连环杀人案发生在同一个小区，而阿哲曾目睹过凶手，作为秀雅的母亲，也是阿哲的妻子，小辉不希望丈夫受到任何威胁。但在秀雅生日那天，阿哲精心为秀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，可秀雅已经和同学约好了，她背着书包就出门了。阿哲发现最近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奇怪，担心之下，他决定送女儿去上学。正值青春期的秀雅对此极度反感，她担心同学看到会觉得很尴尬。父女俩正走进电梯，这时候隔壁的绘画老师也出门了。他们刚离开学校不久，阿哲突然摸了摸口袋，他想起来自己忘了带上女儿的生日礼物，他让女儿在原地等他一会儿，并对秀雅说只需5分钟，只需5分钟。他刚走，女儿就开始和一个男子聊天。阿哲以为那是女儿的同学，所以没放在心上。他回家拿了礼物，急忙跑回来，但当他回到那里时，秀雅已经不见了。他拨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他开始到处寻找，在找的过程中，一个西装男子撞了他一下。阿哲再次拨打秀雅的电话，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。他拿出手机一看，竟是女儿的手机。意识到刚才的西装男子是故意碰撞他，显然是为了把手机塞给他。这时阿哲意识到，女儿肯定被坏人抓走了。就在这时，女儿的电话突然响了。他按照电话中的指示来到停车场，一到那里就看到有人拿着女儿的书包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一辆白色轿车已经驶离。阿哲拼命追了上去，追到了马路上，不顾一切的想要拦下那辆轿车，结果被轿车撞飞了10几米，眼睁睁看着轿车远去。阿哲记下了车牌号，正准备报警，这时女儿的电话再次响了。阿哲急忙解释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，只要你把我女儿还给我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。原来之前的绑架并非连环杀人犯所为，而是别有其人，对方只给了他24小时的时间，即使是警方也没把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案件。阿哲能否成功救回自己的女儿？连环杀人魔的事实震惊了整个凶手。专门挑选独居年轻女性的阿哲，亲眼见到了杀人魔的真面目。因此在女儿的生日当天，他被神秘人绑架。绑匪要求阿哲在24小时内找到凶手，否则就会杀死他的女儿。监狱里的这个人叫太监，是江湖上非常有名的大哥，不仅手下众多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，得罪他的人都没好下场。这个胖子就是个例子。2年前的一个夜晚，佩佩回家发现门开着，多年江湖经验让他觉得肯定出事了。当他回到客厅，发现妻子已经死在沙发上，凶手的作案手法正是那个变态杀人魔的风格。多年后，关于变态杀人魔的新闻迅速在网络上传开。当太真的手下去买咖啡时，看到了这则新闻。最后毕特江大哥从监狱里弄出来了，得知阿哲是唯一见过杀人魔的目击者。
黑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。出狱后，他立刻搬到了阿哲住的那栋公寓里，在房间和小区安装了许多监控设备。直到阿哲女儿的生日那天，泰镇抓准时机，指示手下绑架了他，并要求阿哲在24小时内找到凶手，必须按照他的指示行事。完成任务后，才能在10分钟内安全送回秀雅。他还告诉阿哲，在11点整在家接收一个东西。阿哲仔细回忆女儿失踪的每一个细节，才记起女儿回家拿礼物时，看到一个男子与女儿亲密接触，那人是小区物业的安保人员东柱。根据物业前台提供的信息，阿哲找到了东柱的住所，墙上挂满了他和一个漂亮女孩的亲密照片。难道东柱就是凶手？就在这时，东柱回来，正准备开门，注意到门锁被动，两人在房间里迅速打了起来。阿哲质问东柱秀雅到底在哪里，东柱却一头雾水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只好带阿哲去监控室调查录像。录像显示，秀雅和东柱分开后不久，一个陌生男子将秀雅迷晕带走，手上的线索就此中断。董主任仔细回想对方所说的话，他记起绑匪说只要完成任务，就能在10分钟内安全送回女儿。这意味着绑匪很可能就在附近，很可能就藏在这个小区里。这位小区保安叫东春，他很快就拿到了整个楼层的平面图，标出了几个可能的隐秘地点。阿哲意识到自己误会了东柱，连忙道歉并表达了感谢。东柱说，他一直把秀雅当作自己的妹妹，解释说阿哲看到照片中的女孩其实是他的亲妹妹，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妹妹遇害。东柱不希望秀雅像自己妹妹那样受到伤害，于是主动提出共同寻找。两人开始各自行动，殊不知他们的行动一直被人监视。原来阿哲几分钟前就收到了东柱的短信，说发现了秀雅在地下室的发卡。阿哲急忙赶往地下室寻找，当地下室的灯光突然亮起时，东柱被一个神秘人用枪指着，站在他面前。那人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直接说道，已经11点了，你还在这里，既然没有按我的要求做，那就准备接受你女儿的遗体吧。在泰坦和阿哲对话间隙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甩棍，打掉了对方手中的枪。两人立刻展开搏斗，而阿哲只能在下面无助地看着。身经百战的大哥显然不是省油的灯。几个回合后，东柱很快被打倒，黑针拿出军刀连刺了几下，然后无情地把东柱从围栏上扔了下去。看着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东柱，阿哲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消防员，抓起一个灭火器对着泰镇猛喷。泰镇忙着躲避，阿哲带着受伤的东柱迅速逃走。画面突然转换，此时阿哲的妻子小慧正在专案组开会，讨论连环杀人案。这个案子已经引起了上层的高度重视，警方已经找到了嫌疑凶手的线索。从香河大楼的监控中，上级命令必须利用这次机会尽快破案。会议结束后，一名侦探找到小慧，想要进一步了解阿哲看到凶手时的情况。小慧担心阿哲的压力太大，于是直接拒绝了。但侦探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。正当此时，另一位警察出现，这才帮助小慧摆脱了困境。邱警官指出，这些杀人案有共同点，每个受害者身上都有部分消失，像是凶手在收集艺术品一般。小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认为凶手可能将杀人视为一种艺术。从媒体上的案件描述来看，凶手可能是画家或设计师。同时，阿宇在家中使用电脑，突然表情一变，关闭电脑，拿起外套走出门，直奔一家美术用品店。销售员为他挑选了昂贵的雕毛笔，笔既符合他的气质，又能展现完美的色彩艺术。听到艺术2字，他露出满意的微笑，拿着新笔直奔案发现场，大胆地穿过封锁线进去，看到墙上那幅全是鲜血的壁画。正当他打算拿出笔记下什么时，一个警察突然从后面走了出来。警察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，阿宇无奈只好先离开。这就可以看出，阿宇对作品的要求极其苛刻，不能有任何瑕疵。想想这样的行为真是太可怕了。小慧突然想起今天是女儿的生日，她拿起电话给阿哲打了过去，问他和女儿在哪，但阿哲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此时阿正正带着受伤的东柱逃跑，他们一直从车库逃到货梯，被刀子捅伤的泰神倒在地上，鲜血不断流出。阿哲急忙脱下衣服，试图帮他止血。奄奄一息的东柱抱着阿哲想说些什么，东柱死了，他没能说出他最后想说的话。就在这时，那扇破碎的门缓缓开了，阿哲大声呼救，门外的熟悉皮鞋让他失去了所有希望。阿哲意识到自己犯了错，他苦苦哀求泰真能放他们一马，保证一定会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，并且会记住那个变态杀人魔的脸。佩珍再次拿回那个血迹斑斑的手机，而这次他的要求有了巨大的变化，他要阿哲亲手杀死那个凶手。另一边，阿宇接到了中介公司的电话，通知他下周必须搬家，需要处理合约事宜，问阿宇是否在家。0分钟后会有人来家里对接此事。阿宇面带微笑的答应了，他很爽快的同意了。挂了电话之后，他顺手把一张照片扔进了碎纸机，照片里是那个吃玻璃的受害女孩，然后他
又拿起阿哲女儿的照片，看着照片里天真的秀雅，阿宇的笑容让人毛骨悚然。接下来的受害者会是谁呢？男子拿起手中的钢锯，慢慢举起那位美女的手臂，一下又一下的平静的举起，这种快感让他异常兴奋。但锯了几下后，男子的脸上露出了不满，因为女孩的手指上有一道伤口，那是他刚才挣扎时留下的。原来就在几分钟前，那女人用尽最后的力气，仍未能逃脱杀手的魔爪。一向追求完美的他感到非常懊恼。这时太君已经走到家门口，脚步声一阵接一阵。阿宇突然更加勤奋了，他立马拿起手机打了警察局的电话。当太震进入房间时，女人已经停止呼吸了。这时报警的警察很快到了案发现场，太震也因此成了替罪羊。此时没心情走访，恰好来到阿宇家，家里摆满了各种香水，这立刻引起了邱心晴的注意。他便问阿宇是否认识被害女性，阿宇毫不犹豫地说认识。警察对他的回答感到惊讶，因为调查了近500人都显得很害怕，而阿宇却异常镇定，这实在让人不得不怀疑。阿宇还提到他曾与受害者见过2次面，第一次是因为他手臂受伤，他好心帮忙搬东西，第二次是在健身房偶遇。为了感谢上次的帮助，他邀请受害者共进晚餐。刑警询问他们餐桌上都聊了什么，阿宇说那女人实在太美，他一直盯着她的脸，都忘了聊了什么。邱刑警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借口去洗手间查了查，他打开柜子搜索，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刑警带走了阿宇，阿宇还淡定地说愿意全力配合。与此同时，阿哲回到家，发现刑警已经在门口等着。阿哲被太真监视，他不敢有任何大动作。太真再次用女儿威胁他，要他尽快找到凶手。这时阿哲拿出了一张画，这是他根据仅有的线索画的凶手肖像。阿哲根据这张画要求与太真和他女儿通电话，以确认女儿的安全。通话结束后，艾真要求交出画册，但阿哲把画扔进了燃气炉。韩国某社区频发连环杀人案，从死者的情况看，凶手可能是位画家。警方开始对社区居民进行调查，发现2102号房的阿宇是画家。经过调查和讯问，为找到确凿证据，邱刑警正准备离开时，却遇到了之前介绍房子给阿宇的房产中介。听说中介提到阿宇下周就要搬出去了，邱刑警突然按下了。这时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原来是小慧打来的，说谋杀案出现了新线索，要他赶紧回局里开会。小辉这段时间查阅了无数案件，整理了连环杀人案的情况，推测凶手确定目标后会密切监视目标的行动，通常会花1到2个月时间跟踪，这样更容易接近目标，还会假装巧遇来频繁接触，用这种方法潜入目标生活，甚至花几天时间，直到被害者完全没有察觉，然后利用自己的优势保持亲密关系，获得目标信任后，最终残忍地将其杀害。这么说来，凶手准备犯案需6至7个月，要做到完全没有疏漏，天衣无缝地执行计划。唯一可能就是凶手也住在这个小区。会议结束后，小辉问邱有没有新线索，邱警官立马想到了那位新来的画家。阿宇决定再次回到小区。另一方面，阿哲鼓起勇气准备寻找凶手，他翻开一本画册，不断查看画册中的人物肖像。当他翻到最后一页时，经过反复确认，最终确定了目标就是这双眼睛。这时泰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，接着电话又来了，说有名警察在小区巡逻时，突然看到地上到处是鞋印，于是赶紧检查了一下现场，只见一个男子静静地躺在地上。警察慢慢地拿开盖在他头上的衣服，证实这个男子正是小区的保安。收到报警后，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，前来取证的吴刑警很快就在现场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，而那件衣服的口袋里竟然放着一张演唱会门票，于是命令部下立即拿去做 DNA 分析。另一方面，之前曝光阿哲身份的记者又来到了警局，看到阿哲的妻子小慧，他又问了一遍。小慧终于忍不住说，你根本不懂，这种无缘无故的曝光，普通人会不会违法？记者回答说，阿哲是唯一目击了连环杀人案的人，作为记者，我有权报道我所知的一切。小慧不想继续跟记者纠缠，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佩珍此时也把新线索告诉了阿哲，说杀人魔每次案件都会重演他的完美杀人过程，此刻他肯定还在回忆着那些。同时准备搬家的阿宇在停车场突然看到一个戴口罩的男人，阿宇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去找正在盘查的阿哲，并告诉他自己很快就要搬家，甚至还莫名其妙地说阿哲对画家的话感到很不妙，感觉这对他很不利。但当他说要四处走走时，顺便回想了一些往事，阿哲突然想起太子曾说过的话，和这个画家说的话完全一样。阿哲决定开始跟踪这位画家，画家似乎察觉到了阿哲的跟踪，故意引他来到繁忙的市场。阿哲打开手机里的画像，想要仔细确认一下，画家突然就从他视野中消失了。另一边，警方的 DNA 检测结果也出来了，小慧一看检测报告，直接愣在那里，吓了一大跳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原来那个记者是个卧底，
一直藏在门外偷听。到了这步，可怜的阿哲还在努力寻找失踪的画家，直到一个戴黑色耳机的男子撞了他一下，他才意识到他接下来的处境将会非常困难。这位画家对他的杀人画作极为不利，于是咬了咬自己的嘴唇，拿出口袋里刚买的新貂毛笔，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但他不知道，他的罪行很快就会被揭露。修刑警再次回到案发现场调查，这次他终于找到了新线索，壁画上出现了新的血迹。通过血迹的干燥程度来看，显然是刚画不久。经验丰富的修刑警立即采集了新的血迹样本，作为确凿的重要证据。就在修刑警准备离开时，突然接到了刑警小辉的求助电话，因为阿哲现在是东部谋杀案的头号嫌疑人，为防止那些无良记者在网上乱转，此事已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。作为嫌疑人的妻子，领导明确指示他必须避嫌，他不能参与这个案件。他选择了离开警局，若是要在工作和丈夫之间选择，她显然会站在丈夫这边。她偷偷联系了最初发现尸体的那名警员，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。同时，另外2名刑警正在阿哲家中搜查。搜查中，除了找到很多衣物和指纹，还在家里发现了监控摄像头。这摄像头并非家用型的，很可能是用于专业偷拍的。这时，阿哲突然发现脚下有一个奇怪的盒子，他小心翼翼地捡起了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有一只带血迹的指甲。他的脸上立刻露出惶恐的表情。泰镇打来电话，问阿哲喜不喜欢这样的礼物。原来这是阿宇和池波令曾经待过的地方。回忆中的他们宛如一对戏子。当画家阿宇前往电影院前，恰好被一直在寻找的阿哲撞见。他小心地跟踪到了电影院。画家回忆起过去的美好时光，嘴角不由自主地露出满意的微笑。阿哲觉得画家的行为太可疑，于是把这个线索告诉了泰。就在最近，连环杀人犯和目击者再次消失，但杀人魔阿宇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甚至把作案的日期说得非常准确。看见警察在追捕阿哲，杀人魔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刚到小区楼下，却被前台的物业人员拦下。通过玻璃，他看到刑警朝他走来，机智地立刻离开公寓向外走。离开时，刑警正好看见他的背影，于是悄悄地跟在他后面。感觉到有人跟踪，阿宇故意在人多的地铁站大门关上的瞬间，迅速从站台冲出，而阿宇直接走向墙上的交通线路图，开始在图上圈出许多地点。但在最后一个地点时，在图上标了个问号。逃跑中的阿哲也恰好撞见了。阿宇离开后，刑警赶紧上前查看，观察墙上的标注过的线路图。刑警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这位画家阿宇正是拖延杀人案的罪犯，立即拨打电话通知同事小慧。刑警为了保住线索，一路追踪杀人魔，来到一个堆满箱子的场地，掏出手机发送位置给同事。警方拿到准确位置，立刻调集大量警力，迅速前往支援。多年杀人经验的阿宇已经准备不足，他只在等待诱饵上钩。刑警小心翼翼地拉开门帘，随之响起一声巨大的枪响，刑警还是没能抓住凶手，而此时的凶手却在肆无忌惮地屠杀。杀人魔拿起手中的刀，狠狠地刺向他的要害，鲜血立刻从身体喷涌而出。他并没有停止，甚至还用力地踩着山坡。迟到的阿哲趁机潜入了现场，眼前的情景把他吓傻了，拿起木棍就向画家打了过去。画家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来，轻松躲开，两人没多说什么，很快就动手打了起来。有杀人经验的阿宇明显更占优势，一番激战后，阿宇把阿哲打倒在地。杀人魔捡起地上的板砖，准备结束阿哲的生命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响起了巨大的警笛声，人魔听到声音放下板砖，迅速逃离了现场。就在接上警察的最后一声呼救中，阿哲陷入了救人和追凶的两难选择。画面突然转变，警方也已经赶到了案发现场。这一幕真是让我笑出声来。警方迅速地逐一排查，最终锁定了目标藏身的集装箱。但在打开集装箱门的那一瞬间，警察上司愣在原地。原来阿哲最终选择了救人，结果他也被警方抓了起来。泰真在监控前诡异的大笑，因为他通过监控明白了整个过程，清楚地看到了杀人魔的画作。杀人魔甚至重演了当年的诬陷入狱计划，再次把计划施加在阿哲身上。这是变态杀人魔的第5次作案，无情地杀害了女刑警后，用他的血液创作了一幅艺术画。阿哲不仅未能抓住杀人魔，反而被当作嫌疑人逮捕了，甚至还被怀疑是杀人魔的帮手。这个消息一出，立刻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就在这时，一名男子悄无声息地走进了警局。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众人对男子的行为感到震惊。原来自首的男子是泰真的手下。那一天，他像平时一样准时给阿哲的女儿送饭，突然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，医生告诉他怀孕的妻子出了事。他立刻赶往医院，匆忙中竟然忘了锁门。当他回来时，发现爱情已经不见了。小弟马上去找泰真，主动承认错误。泰真拿起手机拨通了小弟妻子的电话，并且开启了免提功能。另一边，阿哲把随身物品交给警察时，薛雅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泰真说他每30分钟会打一次电话，如果不接就会收到有关薛雅的礼物。
于是阿哲马上要求警察还回他的手机。这次男主的智商终于在线，要求泰真先让他离开警局，之后他才会揭露连环杀人魔的真面目。无奈之下，泰真只好同意，并反复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吃饭。第二天，警员准时送来午餐。阿哲回想起泰真之前的话，然后一口接一口地享受着午餐。一旁的警员嫌弃地说：“他怎么还有心情吃饭？”但不久后，女警在巡逻时，突然发现阿哲已经昏迷在地，马上安排救护车将阿哲送往医院。但救护车并没有按指定路线行驶，而是开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。陪同的警员感觉到情况不对，立刻抓住了口罩男的衣领。随后，口罩男拿出一枚针头，朝着阿哲的手腕扎了进去。阿哲一醒来就从车里下来了，口袋里的电话再次响起。阿哲担心秀雅会受伤，只能按照泰真的指示行动。救护车里的两人正是泰真和他的小可。小弟满脸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非要选阿哲去杀阿宇？”场景一转，连环杀人犯阿宇正准备逃跑，却被小女孩的求救声吸引。阿宇打开门的瞬间，秀雅以为自己获救，泪流满面，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才刚开始。阿哲在地下室发现了杀人魔阿宇，杀人魔的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，他竟然把手搭在女孩的肩上。这是韩剧中最悲惨的男主。一次意外，看到连环杀人魔的面孔后，男主的生活变成了噩梦，被连环杀人魔盯上，女儿也被神秘人绑架。更离奇的是，神秘人要挟男主帮他杀死变态杀人魔。就在即将成功击毙他时，没想到被绑架的女儿突然出现在他手中。挂了电话后，白宇开车离开。阿哲见状迅速追赶，但怎么可能跑得过4个轮子？阿哲立刻骑上楼下的外卖车，两人很快在马路上上演了一场追逐战。等他起身时，白色轿车已经远去。这时他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原来是画家阿宇发来的，约他30分钟后在花园见面。阿宇带着秀雅到了一个偏僻的郊区，刚把他安顿下来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房间内的监控发出警报，显示屏上可以看到泰镇已经撬开门锁进了屋。说完就开门走了。紧接着听到最后一扇门关上的声音，急忙跑向门口想要逃跑。另一边，黑镇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地画作，一看之下立马傻眼，画里都是被杀的受害者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画中内容全是受害者被切割的部位，每幅画还标了日期，可想而知这个连环杀手有多变态。不止这些，黑镇还发现了一幅未完成的画，画上的日期看起来很早就标好了。更难以置信的是，画中的女孩竟是阿哲的女儿秀雅。这时阿哲已经根据短信的指示到了蓝天花园，随手拔了一根支撑用的木棍，为了更好的使用它，还特意做了几个热身动作，然后藏在旁边的角落准备偷袭。但现实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紧张，杀人魔阿宇没有按约定出现，反而发了条短信改了见面地点。不知道的是，阿宇已经设好了陷阱，阿哲还没弄明白情况，就被一块砖头击晕。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紧紧绑起来了。阿宇很清楚，一个消防员不可能携带枪支，于是他们迫问阿哲背后的指使者是谁，但阿哲没有回答，他只是一直追问自己女儿在哪里。结果他被刺了一刀。尽管如此，阿哲还是不停地哀求，因为在他眼中，女儿是最重要的。一谈到家人，大人龙显得特别激动，到底有多狠心的姐姐，才能让弟弟有这样不幸的童年？小雨从小就丧父丧母，家里只剩下一个姐姐，可这个姐姐对她很不好。医生说小雨因为长期遭受家暴，心理已经严重扭曲，医生希望姐姐们能多给小雨一些爱，这样弟弟的状况才会好转。但姐姐不仅没听医生的话，反而更加严厉。晚上趁弟弟睡熟了，潜入他房间把他的玩具全没收了。小雨看到后立刻哀求，姐姐不仅没停手，反而把他推倒在地，然后还拿起桌上的画本，把他心爱的画全撕烂了。因为长期生活在家暴环境中，他最终变成了一个变态的杀人魔。他不想简单的杀死阿哲，现在只想知道阿哲口中的幕后黑手。知道女儿是阿哲的弱点，便用秀雅的生命来威胁他。为了女儿的安全，阿哲只得勉强答应。另一方面，警方突然逮捕了刑警小慧，原因是小慧在与阿哲的谈话中竟然故意关闭了录音监控按钮。上级怀疑她因为丈夫故意隐瞒事实，小慧还没来得及向上司报告新情况，警方已经通过小慧手机上的留言找到了阿哲发短信的位置，立即安排人员在小区进行彻底搜查。为了诱敌出动，阿哲又约阿宇来到蓝天花园。阿哲拿枪指着不远处的阿宇，威胁他透露女儿的藏身之处。阿宇却淡定地回了一句：如果你杀了我，你就永远找不到秀雅了。阿哲继续追问为什么非要这么做，难道只是因为当年那场意外事故吗？这时阿宇也透露了真相。阿哲坚决反驳说自己并未参与，这些都是记者乱写的假新闻。但对现在的阿宇来说，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。两人的大战即将爆发，阿哲接连败下阵来，身上被刺了几刀后倒在血泊中。就在这时，正在小区散步的泰镇突然看到了监控里的情况，随后用 GPS 定位迅速赶到阿哲所在地。
泰镇上前猛攻，没有给阿宇任何反击的机会。被打倒的阿宇却显得异常兴奋，并对泰镇进行了嘲讽。就在泰镇准备用匕首结束阿宇时，突然一根木棍从后面打过来。原来阿哲并没有死，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杀人魔阿宇合作。一位父亲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，可以疯狂到什么程度？他没想到自己会和连环杀人犯一起，然后精心策划了一场戏。泰真以为自己轻松干掉了杀人魔，没想到被困的阿哲突然在他背后发动偷袭，被打后泰真整个人都麻木了。临走时，阿宇亲手把匕首交给了阿哲，还厚颜无耻地说是给阿哲报仇的机会，实际上他是想利用阿哲。此时泰真警察迅速锁定了精确位置，因为出警人数众多，动静也非常大，两人马上拔腿就跑，跑到楼道里才发现前夫也在追，于是两人跑向消防楼梯，成功躲过警方追捕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阿哲开始询问女儿的下落，阿宇则用秀雅来威胁他，要求阿哲告诉他成功逃脱的路线，然后才愿意把秀雅安全送到114号。阿哲暂时选择合作，便把逃脱路线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，但他们马上被现场的警方拦截了。由于后脑勺上还有些血迹，警方觉得他有嫌疑，于是把他带走了。突然有警方从另一边叫人过去，原因是发现了阿哲的逃跑行踪，这让泰真成功逃脱了一劫。而阿哲现在唯一的逃跑路线就是通过1楼，他看了一眼阳台下的高度，直接跳下去绝对不可能，于是他发现了阳台上的消防管道，借助消防管道慢慢下降。正当他快要到地面时，被赶到的警方抓住了绳索，使劲往上拉。阿哲知道如果再被抓，那就真的没希望了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松开手中的绳索，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，爬起来后迅速逃离了现场。另一边，秀雅抓起用来支撑画布的木架，猛地朝窗户的玻璃捅去，然后爬出了窗户，大胆地从空降主机的支架跳下来。秀雅忍着疼痛迅速站起来，没有犹豫，拼尽全力奔跑，试图逃离这个陌生地方。逃跑中偶然看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，赶紧拨通了警局的电话。突然门外出现了一位陌生男子，阿哲按照约定到了114号商铺，四处寻找，但没有找到秀雅。另一边，飞真的手下给他带来了一个惊喜，打开后备箱一看，惊喜竟是被重新抓回来的秀雅。飞真再次将秀雅的照片发给了阿哲，并告诉他准备处理秀雅的后事。阿哲害怕女儿受到伤害，于是谎称杀人魔的线索还在，还说会把线索带到一个秘密地点。他的太太勉强信了这一套，但阿哲认为秀雅可能被关在某个公寓，于是打算悄悄潜入公寓探个究竟。刚到公寓门口，竟发现一名男子死在地上。你见过这样的公开直播道歉吗？面对超过10万人的关注，他竟然承认自己作为连环杀人魔的不完美，甚至说这是无人能仿的艺术。此时记者几乎崩溃，不停地喊着救命。尽管如此，杀人魔依旧毫不手软，一个独居的川剧明星女性跪下，准备残忍地杀害记者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阿宇打开手机，突然看到了一条新闻。这条微博是杀人魔真实发布的，内容里充斥着对这个连环杀手的嘲讽，说他只敢挑选年轻且体型瘦小的女性下手，如果遇到像马东启那样的壮男，他肯定没机会下手。这些话直接触怒了杀人魔，不仅质疑了杀人魔的实力，甚至认为阿哲是主谋，而阿玉只是他的助手，这让杀人魔对记者恨之入骨，完全觉得这是在羞辱他。然后他在网上找到了记者的联系方式，用他案发时的服装做诱饵，成功获取了记者的家庭地址。记者刚拿到快递准备关门时，却被阿宇截下并捆绑起来。这就是故事开头的情景。阿宇询问记者为何要发表这些言论，记者回答说，这并不是他发布的内容，里面的基本信息和姓名都显然是被人故意篡改的，而伪造者正是阿哲和泰。阿哲发现泰镇杀死的那名男子后，用这个威胁泰镇释放秀雅，否则就立即报警。泰镇镇定地告诉阿哲，即使被警察抓到，他的女儿依旧无法脱险。然后拿出在阿宇房间拍摄的照片，告诉阿哲，杀人魔的下一个目标是秀雅。于是两人决定再次合作对付杀人魔。泰镇很想念，用秀雅作为诱饵引出杀人魔。阿哲为了阻止泰镇的计划，于是编造了阿宇收到的假新闻。没想到杀人魔将目标转向了记者，与此同时，记者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开。另一边，记者遇害的消息很快被公开，阿哲的嫌疑被清除了，小会员自然而然地被释放了。他走上前引导着，从他的话中得知，就在不久前，一个小女孩打电话报警说要找妈妈。通过当时的通话录音比对，报警的小女孩正是秀雅。但小慧觉得秀雅此时应该在补课，她立刻打电话给阿宇求助，询问秀雅是否和他在一起，并表示要去接女儿回家。阿宇听到这消息，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严肃。这个连环杀人魔实在太狠心了，竟然只用一句话就让女警服从。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纯银手链，小心翼翼地戴在她手上，然后拿起手机给她丈夫阿哲打电话，要求用他的女儿交换他的妻子。阿哲听后简直不敢相信，车里的妻子摇头示意，让阿哲不要听他的，
他示意阿哲附近也有自己的保护人，但不是每个队友都那么可靠，因为跟车太近，阿宇很快就察觉到了。他故意把车开进宾馆的车库，趁着队友去报告的空隙，阿宇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把女警小辉带到郊外的一间出租房，小辉问他秀雅到底藏在哪里，阿宇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说自己的艺术作品未完成前，他不会对小辉动手，然后诡异地看了看他的左手，告诉他那不能替代他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只有秀雅能完成他的要求，他是极致的完美。而此时的秀雅已经被太真的小黑囚禁在车库的某个角落。当小黑准备开车离开时，小区的保安拦住了他，并要求检查后备箱。原来阿哲早就打电话给了保安，希望通过保安发现来救出自己的女儿。当保安打开车后的行李箱时，一具尸体的手臂突然掉落出来，保安被吓得瘫坐在地上，其他人立刻抓住了小黑，随后将他交给了赶到的警察。另一边，阿宇注意到小辉手里有点不对劲，一抓来一看，果然在手里发现了一只智能手表，因为小辉发现了一封写有地址的信，他故意问阿宇2年前是否住在那里，然后通过手表发送了大量信息给阿哲。但杀人狂阿宇对此毫不在意，反而淡定地大笑起来。但当小慧说他杀人未遂时，他突然变得非常愤怒。原来小慧早就知道修行井没死，找阿宇只是为了确认秀雅是否在他手中。得知女儿不在他那里后，小辉才告诉他修行井还活着的消息。阿宇一开始不相信，以为小辉在故意误导他，掏出手机查看网页，发现真的有报道修行井还活着。气急败坏的阿宇把他锁在了架子上，然后抓起桌面上的匕首，准备再次前往音乐沙的修行街。根据妻子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地址。当他进入屋内寻找妻子时，只看到一只带血迹的银手链。继续寻找妻子的踪迹，他无意中目睹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，把他吓得目瞪口呆。墙上竟然挂着难以置信的壁画，壁画由多个受害者的身体部分组成，但现在还不能称之为完美作品，因为还缺少下一个受害者的身体部位，那正是秀雅的左手。阿哲立刻怒不可遏，他冲上前撕扯壁画，乱打一通，直到女儿的手机响起他才停手。是妻子小慧打来的电话，小慧向阿哲报平安，丽叔让他赶紧去救女儿，留下杀人魔给他处理。他立刻拨打警局电话，通知上级迅速派人保护修行。阿哲打电话催促泰镇快点，因为警方已知道死者在他的房间。泰镇听到消息后立刻逃下楼梯，阿哲抓住这个机会，悄悄潜入房间寻找线索。监控录像显示，小丽根本就没把秀雅放进行李箱，那么秀雅很可能就藏在车库的某处。此时泰过正在查看手机监控，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当他再次回到房间时，电脑监控的数据已被阿德清空，他震惊的几乎要掀翻桌子。于是他做出了惊人的决定，这个变态杀人魔乔装打扮轻松进入，而守在门外的2名警卫却浑然不觉。杀人魔就这样轻松地进入了病房，确认修行井确实还活着，立刻双手紧紧掐住修行井的脖子，窒息让他立即恢复了意识。慌乱中，女警抓起阿宇口袋里的笔，狠狠地向他的手臂刺了一下。正是在这时候，警车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。警察赶到医院的时候，阿宇已经劫持了医院门口的警卫，正要开车逃离医院时，他突然感到很不对劲，身后追赶的警察突然消失了。原来泰臣已经出现在他身后，泰臣已将所有追赶的警察制服。阿里回到自己的出租屋，发现墙上的画作被毁，他把地上的作品捡起来抱在怀里。就在这时，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部手机，这部手机正是阿哲的。雨中阿宇下定决心要向他复仇，警察已经根据定位找到了这栋楼，躲藏的阿宇被泰镇绊倒，泰镇从腰间掏出武器向阿宇发起攻击。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，阿宇被压在墙边。正当泰真要用刀刺杀阿宇时，机智的汤大声喊叫，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警方手电四处搜索，但仍无任何发现。与此同时，阿哲接到了秀雅同学小明的电话，小明说他知道秀雅的确切位置。原来在秀雅生日那天，小明送了她一部情侣手机作为礼物，但秀雅没能收到，于是小明偷偷放进了秀雅的书包。阿哲立刻根据定位前去寻找，同时小丽被带回警局，恰好遇到阿哲的妻子小慧。小丽想把秀雅被藏的位置告诉他，他希望利用这个信息让小慧放他一马，但小丽把事情说清楚后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法律的手铐。真是人生难以预料，真是大起大落呀。阿哲终于成功撬开了门，经历了无数曲折后，父女们终于团聚了。2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想在父亲的怀里痛哭一场。毕竟这么多次被绑架，谁都会害怕。但突然，秀雅的表情变得更加恐怖。阿哲回头一看，那2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了。这剧情的反转前所未见。当找到自己的女儿时，却又被那2个人拦截。杀人狂阿宇拿出腰间的匕首准备动手，泰真一把推开阿宇，他迅速捡起地上的锁链，疯狂地朝泰真身上砸去。阿哲也没敢犹豫，抓住机会带着女儿向出口跑去，直到泰真被打昏过去。
那时杀人魔阿宇才停下手，然后转身追赶，最终他们逃到了顶楼的天台。临走前嘱咐秀雅要逃跑，让他等他引开阿宇后再找机会逃生。两人很快搏斗在一起，几个回合后，男主被打倒在地。不得不说，男主真的很厉害，我差点写不下去了。阿宇对阿哲没什么兴趣，立刻转身跑向秀雅被藏的地方，让阿宇看看秀雅的手。因为秀雅的手被太真不小心弄伤了，所以对阿宇来说他已经不再完美了。就在这时，重伤的太真突然从背后出现，用领带猛地勒住阿宇的脖子。伤人倒地后，佩珍再次将目标转向阿哲。阿哲迅速掏出准备好的烟雾弹，扔到地上，红色烟雾迅速弥漫开来。长腿用绳子把秀雅送上去。原来阿哲的同事已经在出口等候。秀雅这次终于逃脱了他们的控制。佩珍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，阿哲急忙拨打急救电话，却被刚醒来的阿宇再次攻击。泰臣及时出现推开阿哲挡下了攻击，双方都被对方刺中一刀。泰臣的伤势致命，只要拔出刀来肯定会死。尽管以前很讨厌泰臣，激动的阿哲不想看他死去。突然远处响起警笛声，阿宇拖着伤腿跑向出口。小慧他们在阿宇的房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，柜子里竟然堆满了尸块，确认阿宇就是连环杀手。警方安排人员在家中埋伏，但阿宇并没有回到公寓，而是抱着他的作品来到广场，准备完成他的艺术作品。一位知名女画家惨死在家中，凶手竟是他亲生弟弟，长期遭受姐姐家暴，导致他心理极度扭曲。在警车中，他没有任何悲伤表情，只是轻轻一笑，看起来对他所做的一切非常满意，似乎他对现状颇感满意。多年之后，他成了众人眼中的变态连环杀手。警方已经搜集了大量证据，他将面临法律的严惩，但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，杀害几名年轻女子后，将他们的身体部位画成一幅画，最终拼成一幅完美的人体画展出。可惜始终缺一只左手，他不愿就此放弃他的毕生心血，因此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用自己的左手代替。他从包中取出一把斧头，狠狠地砍下自己的左手，将断手印在画板上，然后粘贴在墙上。但还没等他仔细欣赏，就被追踪他的阿哲发现了。阿哲拿起消防栓中的水枪，将墙上的画作全部冲洗掉。这一刻，阿宇彻底绝望了，这一次一切真的结束了。警方已经将他围困。就这样，连环杀手案终于告破，阿哲也成为了市民的英雄，同时也恢复了他的消防员职务。而泰镇因头部受重伤，智力退化到相当于7岁小孩，被警方送去接受重症治疗。当他经过病房时，突然停下脚步，他发现连环杀手阿宇也被关在这里。深夜里，他偷偷潜入阿宇的病房，用手中的牙刷狠狠刺死了阿宇。这时，刚搬入新家的阿哲正在为女儿庆生，他们开心地为女儿唱生日歌。门外突然出现一位陌生的黑衣男子，按过门铃后就潇洒地离开。阿哲去门外查看时，发现陌生男子已经不见了，只留下了一张全家福。